嗨，我是 Mr. 汉，欢迎你来听我说说白日梦。今天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写的原创故事，故事的名称就叫做5个桃太郎。我帮你留了一个 VIP 的位置。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于有一年呢，我的生肖刚好遇到本命年犯太岁，类似像星象学里说的水逆啊、诸事不顺之类的。那年真的有灵验，我超级倒霉，有够衰小，水到不可以弄瘪啊！每个12年犯一次太岁，再隔12年又犯太岁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你和几个不同年纪却都犯太岁的自己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会一起干什么蠢事？如果是我遇到12年前的自己，我的他可小个巴了，先揍2拳再说。然后我就不小心想到这个故事。等你听完整个故事之后，如果你觉得好笑，那就代表这是男主角的悲剧。来听听看这个故事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。故事的男主角名叫杨子清，经营着一家濒临绝种的照相冲印馆，才刚过完60岁生日，本命年犯太岁，又水逆又小人，平常也没什么生意，每天坐在相馆里不是发呆就是打苍蝇。这一天，杨子清看着日历上的日期，唉声叹气。唉，他妈啊，不，没有他妈，唉，再撕掉一张就是8月15，这个日期可以说是他人生中最值得哀悼的日子，结婚纪念日。杨子清怕老婆的都市传说，街头巷尾都津津乐道，荣登乡公所热搜排行榜第1名。老婆徐小曼是一只慈祥的母老虎，光用眼神就能让老公跪下、趴下来握手。把球捡回来，乖，听话啊，去吃罐头，乖。就在杨子清还在开罐头的时候，徐小曼接到警察局来电，儿子涉嫌诈欺又被逮。杨子清抱怨儿子有没有搞错啊？我是免治马桶吗？一天到晚生出来帮他冲屁股，都不晓得是不是我亲生的。徐小曼一巴掌朝他后脑勺扒了。你有种再说一遍。杨子清确实没种，连多吭一声也不敢，乖乖去警局把儿子保释出来。回想洞房花烛那晚，他裤子都还没脱就急性肠胃炎送急诊。结婚2个月没叫过床，老婆居然怀孕了。虽然没有勇气去验 DNA， 脑袋正常的都会怀疑吧？闷啊！结婚20多年，长期身心受到压抑，每天都想去撞墙。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离婚。傍晚时，他被老婆罚跪在店门口，还装作若无其事，吹着口哨抬头赏月。是不是月亮上的吴刚也跟他一样正在罚跪呢？几个三姑六婆一看就知道他又被老婆处罚，偷偷地捂着嘴耻笑他。他们都在背后嘲笑杨子清是桃太郎，他的事业被时代给淘汰了，他的幸福被命运给淘汰了，他的人格也被老婆给淘汰了。他越想越堵然，这把年纪还被人当笑话，真是受够了。他决定要离家出走，趁着天还没亮，他偷溜出门，还嚣张地在店门口贴了一张公告，即日起林北全年公休啦，老子不干了。来到火车站也不知道要坐去哪里，就随便买了一张车票，坐到下一站。在月台等车的时候，旁边一对恩爱的老夫妻甜蜜蜜地喂对方吃菜瓜，来张嘴。他就搞不懂为什么老婆每天给他吃菜渣。突然间他感到一阵晕眩，双腿一软，一头摔进月台轨道。昏迷前，他隐约看到一条喇叭裤也跳下月台。喇叭裤？等到再次睁开眼睛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徐小曼。他非常失望，原来地狱也没什么特别，和待在家里一样啊，都看得到老婆啊。搞错了，他是在医院里。本来以为杨子清只是脑震荡，没想到竟然检查出脑瘤。哎呦，我的妈妈咪呀！复诊时，医生连一句安慰呼呼秀秀都没有，巴拉巴拉巴拉讲了一堆听不懂的说明，反正就是手术风险高。他看着手术同意书，心中纠结着该不该签字。鬼门关入境免签，现在奈何桥已经可以快速通关。在医院的这几天，徐小曼的眼神变得温柔，讲话开始轻声细语，比她更像撞到脑袋的人。徐小曼还特别关照隔壁室友，是一位年轻人，听说是泌尿科症状 ，you know， 大概就私生活轻微淫乱，每次伤口要换药的时候都要哀叫半天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哎呦呦呦呦呦，痛痛痛痛痛，很可怜的。徐小曼没事就坐在旁边，拿出比较长的水果刀，在一旁削凤梨、切西瓜削凤梨、切西瓜。每日照三餐来个几次之后，隔壁室友突然就转到精神科重症病房。
杨紫清住的病房意外升等成特宽敞单人房。作为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，徐小曼简直是超级优秀。杨紫清要儿子从家里把他的收藏带来一个生锈的铁质饼干盒，里头有几张照片，分别是杨紫清12岁、24、36、48岁不同时期的独照。最底层是一张轻微失焦的 NG 照片，那个画面中是一名满脸慌张的小女孩。另外还有一只停止跳动的老旧手表，他戴上手表，看着照片，回忆起那些时刻。突然有一个小男孩溜进病房里，四处找地方躲藏。在这个地球上，他最讨厌的生物就是小屁孩。小男孩要他不要出声，嘘，接着就钻进床底下躲起来。这时候他看清楚小男孩的脸，还以为是眼花了。这个小鬼头就跟他12岁的时候长得一模模一样样。等他回过神来，小男孩已经不见了。他激动地将整件事告诉医生。医生，我是不是疯啦？医生面无表情地拨了拨刘海。你没有疯，你只是脑袋有问题，可能是脑瘤引起幻觉。如果再恶化下去，说不定各路亲朋好友都会找上门来，不管死的活的。杨紫清越想越害怕，万一徐小曼去帮他整理遗物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他偷藏私房钱在好几个不同角落。火化之后，说不定直接撒垃圾桶，连塔位都省了。好不容易睡着，旁边传来几个人叽叽喳喳的交谈声，吵得他没办法睡觉。老头是不是快翘辫子了？小孩子不要乱讲话，他看起来好老好丑哦，我以后才不要变这样。你白痴哦，抱怨也没用，你老了就长这样啊。杨紫清越听越觉得奇怪，拉开被子一看，居然看见12岁、24、36、48岁4个不同年纪的杨紫清围绕在病床旁边。唉，今天来4个，明天可能就40个。他拉开旁边的抽屉，拿出那张手术同意书，准备签字。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！一堆手伸过来，有人阻止他，有人要他讲清楚，也有人鸡婆想帮忙代签。他满脸疑惑地看着这群人，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12岁这个屁孩打着哈欠，如果我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里，我就不会在这里啦。果然，杨家代代出人才，一个屁孩都能讲出这么像神棍的话术。当他注意到36岁穿着喇叭裤，这才发现，原来以前品味这么糟糕啊！这才发现原来跳下月台救他的人，竟然是36岁的自己。这太荒唐了，熊猴兰肯定是一场梦。这么一想之后，突然觉得豁达，就像遇到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，只想问问你们过得好吗？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以前过得好不好呢？也许只是希望在生命结束前能听到不同的答案，告诉他这一生值得了。但他忘了，眼前这群人跟他一样都犯太岁。一群人慢慢散步，来到医院的中庭花园，闲话家常。他们决定用当年的绰号来称呼彼此，不然谁会知道是谁在叫谁？12岁小鬼鬼灵精怪，24岁豆花满脸痘疤，36岁羊仔其貌不扬，48岁胡须胡子拉碴，60岁老头白头龟缩。虽然都是同一个人，但不同年纪有着不同的思维。老的埋怨小的不努力，小的吐槽老的不反省，七嘴八舌吵成一团，越吵感情越好。果然都姓杨。所有人都很好奇一个问题，在你们心中哪一段回忆最心酸最悲惨？杨紫清的父母在他满周岁那年车祸意外身故，从小就由于叔抚养长大。偏偏这个于叔是个酒鬼，每晚买醉，也不懂怎么照顾小孩，只能塞一个奶嘴给他，默默地祈祷，希望他会自己换尿布，自己洗奶瓶，快快发芽长大。12岁的时候，于叔从日本人手上顶下一家照相冲印馆，开始研究日本写真摄影。先生，每次喝醉就爱齁蓝，说什么上一代老板跟他麻吉，留给他一批神奇的相片显影剂是有多神奇，他也讲不清楚。后来才发现这款显影剂在淘宝上也找得到。于叔长期疏忽对小鬼的关爱，为了引起于叔的注意，他经常做出许多脑残的行为，比方说半夜偷偷拆掉马桶坐垫，要不然就是烧掉要交付给客户的照片，就是欠揍嘛。那时候他暗恋隔壁班的一位小女孩，可是又害羞不敢搭讪，连名字也不敢问。有一天，于叔说服小鬼拍摄第一张纪念照片，刚好小女孩抱着狗狗走进相馆要来取件。当于叔要按下快门时，狗狗突然挣脱，小女孩慌张地追了上去，挡到镜头，意外拍下这张 NG 照片。小鬼拜托于叔多洗一张 NG 照片，想拿去送给小女孩，然后趁机告白，却听到小女孩告诉老师，他们全家准备搬到日本。小鬼落寞地将照片交给他。
什么话都没说，转身就走，纯纯的暗恋就这么结束。时光跳转到24岁，也不知道哪来的狗屎运，竟然给他交到女朋友。这个女朋友的身材 super model， 长相就相对模糊。没想到悲剧发生了，他获得一顶客制化绿帽，当场撞见女朋友和前男友打啵骂俏。3个人在街上争吵扭打，女朋友的辩解被豆花打断了，豆花的鼻子也被前男友打断了。风雨飘摇中，他流着鼻血，看着狗男女手牵手消失在街头。咻几雷来到36岁，在好朋友阿图的介绍下，认识了在客运公司担任车长小姐的徐小曼。几杯混酒喝下去，喝大啦，两人糊里糊涂地上了床。激情过后，徐小曼坐在窗台前点了根烟，看着窗外对杨仔说：“不用担心，我会负责任的啊。”收音机里播放着老歌，杨仔还来不及穿上内裤，就被徐小曼拉起来，在房里翩翩起舞，好浪漫啊！趁着音乐间奏，2个人又猴急地上了床，这次只准浪，不准慢。很快的婚礼开始筹备，于叔特别开心，小豆苗长大了啊！却在喝醉之后不小心爆料当年那场车祸的真相。其实当时坐在驾驶座的人就是于叔。从那天之后，他就不再跟于叔说话。转眼已经48岁，这些年的婚姻生活过得太压抑。胡须被猪朋狗友带去摸摸茶室 ，happy happy， 在茶室里遇到了年轻的坐台小姐咪咪，两人其实也只是牵牵小手，摸摸大腿。杨董，当咪咪摇晃着咪咪，还伸手拍打她的屁股，扭转她的乳头，那一瞬间，他突然明白了，再多的咪咪也不会扭转人生。这一年，于叔过世了，喝醉酒摔进水沟里淹死了。他的户头里连1块钱也没有，只有留下这间相片冲印馆，还有一只老旧的手表。至于老头，不用多说，大家也知道，每一段回忆都惨烈。豆花对未来感到非常忧心，老头安慰豆花要学会放宽心，你的人生没有最惨，只会更惨。工作几十年，不管多拼命多努力，最后赚来的钱全都是徐小曼的，所以你现在银行里的积蓄已经是人生的巅峰。趁还没结婚，要懂得感恩。感恩啊！豆花和杨仔越听越害怕。总结起来，人生最大的梦魇就是跟徐小曼结婚。突然间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烧焦味。小鬼把24岁那张照片给烧了，他无法理解这一群大人只会自哀自怜，唧唧歪歪。结婚一定有风险，激情过后有赚有赔，公证前应详细阅读离婚协议书。反正在一旁闲着也是闲着，就顺手拿出火柴点燃。大家手忙脚乱，赶紧灭火，再唧唧歪歪地把他教训了一顿。老头累了，这场梦也该醒了吧？准备回病房时，却发现医院大楼消失不见了。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一间老诊所，路上的建筑街景全都是30-40年前的模样。不要闹了啦，又不是舞台剧换场景。杨仔拿起报单上的报纸，一看日期，才赫然发现他们来到24岁的年代。梦还没醒，现在连尿急也醒不来。老头实在憋不住了，只好先找公共厕所解放。5个杨子星一字排开，同时拉下拉链，吹着口哨。撒尿的射程随着年纪渐长而递减，有人轻松写意，有人断断续续，最疼的还滴滴答答。5道水柱折射出七彩光谱，形成一道彩虹。能再次见证到自己青春的活力，也算值得了。经过一番折腾，实在找不到方法回到原本的生活。有人提出大胆的假设，如果没有徐小曼，是不是就不会有脑瘤？于是他们展开一连串的计划，希望能有个不同的人生。A 计划追回前女友，这个计划超级愚蠢，完全符合杨紫清的智商。头一个面对的关卡就是前女友的前男友。不过呢，这次他们有5个人，还有预藏好的布袋。来到前女友家，哎呦，果然见到最不堪入目的画面：狗男女小嘴贴小嘴，像磁铁一样吸住分开，吸住分开。按照计划，小鬼转移前女友的注意力，其他人趁机给前男友看 body， 用布袋罩住他，拳打脚踢。豆花一招猴子偷桃，狠狠地掐住那家伙的小王八蛋，用力捏得他叽叽叫。还以为前女友就要重回怀抱，谁知道他赏给豆花一巴掌，说他最讨厌用拳头的野蛮人。天空又飘起小雨，众人再次目睹狗男女手牵手
扶着小王八蛋消失在街头，场面一片凄凉。没人明白这是什么道理。老头突然想起那批神奇的显影机，这些照片的共通点都是同一批显影机冲洗的。豆花的照片被烧掉之后，就来到豆花的年代，有没有可能这么神奇？现场炸锅了，开始争论不休。突然间，空气中就弥漫着一股烧焦味。小鬼把36岁的照片给烧了。一群做事没效率的大人讨论半天也没有结果，试试看不就知道喽？大家又是一阵手忙脚乱，赶紧灭火。这次没有人对小鬼唧唧歪歪。眼看着最后一丁火花熄灭了，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。突然，老头颤抖地指着桌上的音乐 CD， 是张清芳的最新专辑，那是杨仔的偶像诶，他们真的来到杨仔的年代耶。不管如何，已经没有退路，于是大家讨论出 B 计划，解除婚约。5个人超级热血，骑着当年的最爱野狼125摩托车，才上路不到3分钟，熄火了。靠，忘记加油。他们只好改搭公车，才一上车，下一秒就后悔。在车上检票的车长小姐刚好就是36岁的徐小曼，有没有这么倒霉？杨仔见到徐小曼，什么解除婚约，一个屁都不敢放，只要解释说是要带这一群远房亲戚去参观乡公所。他们把公车变成观光巴士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回到原地。杨子欣们沮丧地回到家，看到桌上有几封假装查无此人被退回来的喜帖，他们对着喜帖默哀。一鞠躬，看到喝醉趴在地上的于叔，老头想起于叔送给他的手表，低头一看，手表居然恢复跳动了。这是一个 sign，大家更坚定地相信一定会有奇迹，于是忙起来到处造谣，到处放话，婚礼取消。果然奇迹真的发生，徐小曼被惹毛了。杨仔接到徐小曼打来的电话，他什么话也没说，隐约传来抽鼻哭泣的声音。之后就挂掉电话，现场所有人都沉默了，心情特别沉重。老头想到方法帮大家解闷，一起去摸摸茶室。不幸的是，今晚的坐台小姐年纪都可以当杨仔的老母了。妈妈桑觉得小鬼特别可爱，找来自己的干女儿陪她玩。她大喊着干女儿的名字咪咪。一个10岁左右胖嘟嘟的小女孩抱着洋娃娃摇摇摆摆走进来。虽然长大后可能有整形，但她那双斗鸡眼是骗不了人的，就是小时候的小咪咪。胡须和老头开始互甩巴掌，简直比禽兽还不如。茶室打烊散场，一个身影堵在门口，徐小曼出现了，所有人瞬间吓到酒醒，眼看来不及躲了，只好把杨仔推到徐小曼面前。杨仔又赶紧把老头推出来，老头吐了，吐的正是时候。两人约好隔日谈判，其他人乔装打扮坐在隔壁桌偷听。杨仔瞎掰着各种理由，一下子说自己蕾丝边，一下子又说自己换洋颠。徐小曼内心里非常难过，眼前这个即将托付终身的人，为了解除婚约，不惜诅咒自己杨家祖宗3代。她回想起第一次上床的那天，杨仔很浪漫，也很 man。杨仔虽然宿醉头痛，还是贴心地帮他准备早餐。那一刻，幸福是这么的靠近，仿佛永远。最后，徐小曼只提出一个要求，把寄出去的喜帖全部收回来，就答应解除婚约。徐小曼站起来走到隔壁桌，其实早就认出这些人了，一群傻瓜。她在小鬼面前蹲了下来，从手提包里拿出一辆模型公车送给小鬼，在他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之后，才起身离开。到底徐小曼说了什么？小鬼坚持不肯透露，很轻易地就被玩具给收买了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几百份的喜帖怎么收回来？这天傍晚，杨仔无意间听到老头和胡须的谈话，这才知道徐小曼在婚前曾经找阿图喝酒诉苦。有人看到这个禽兽搀扶着酒醉的徐小曼走进宾馆，时间就是明天晚上。除了徐小曼，没人可以证明她是自愿还是被迫，但她在事发后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老头和胡须早就怀疑儿子其实就是阿图播的种老王。杨仔打死都不相信徐小曼会出轨，这是性侵害，都是因为他们逼着徐小曼解除婚约，才导致悲剧发生。不管结不结婚，都不能让她遭受侮辱。可是这两个老糊涂满脑子只想要摆脱徐小曼，打死也不肯说出宾馆位置。杨仔只好决定在事发前先找到阿图，把他揍一顿再说。但是兜了一整天也没找到人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小鬼和豆花居然联手倒戈了，两人合力把胡须绑起来逼供。
比起龟缩的老头，他们反倒更喜欢徐小曼的爽快。小鬼从小就不想变成无聊的大人，豆花也觉得放手一搏还有无限可能。他们拒绝将自己的未来交给老头。当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上的时候，你只有被淘汰的份。如果他们现在改变了，就不会变成胡须，老头也就消失了，未来更不会一直悲催下去。但胡须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就算咪咪头被滴蜡油，不说就是不说。古灵精怪的小鬼凑到胡须耳边，将徐小曼那天说的悄悄话告诉他：啊，你写的讲什么啦，小朋友，大声一点啦，听无啦。胡须听完之后惊呆了，马上就攻出宾馆位置。杨仔焦急地赶到宾馆，想不到依旧晚了一步，悲剧还是发生了。徐小曼全身赤裸，醉倒在床上。杨仔心中悲痛万分，把其他人全部推出门外，将门反锁。杨仔躺在徐小曼旁边，紧紧握着她的手，脑袋一片空白，泪水湿透了床单。隔天，徐小曼醒来的时候，看到身旁的杨仔，哭着问他为什么要取消婚礼。杨仔抹掉她的眼泪，紧紧地抱住她，告诉她婚礼照常举行，我会爱你一辈子。过程好像和记忆中不同了，但结局却没有改变。半夜，老头和于叔一起喝闷酒，于叔忏悔自白，当年也曾经爱过杨子清的妈，别闹了，不要乱搞了。车祸事故发生后，他没有勇气承担责任，这些年来只能借酒浇愁。老头把手表送还给于叔，帮他戴上，看看那跳动的秒针，过去的已经回不来，我们拥有的只是现在。话还没说完，老头突然感到一阵晕眩，昏倒在地。老头躺在病床上回到现实，醒来后看到儿子一把抓过来，又亲又抱。妈的嘞，你真的是我和你妈的种。徐小曼人呢？原来老婆特地搭车去帮他买他最爱吃的羊肉汤。老头觉得鼻酸，这些年来所有的不快乐都是他自己造成的。不管他对徐小曼多冷淡，他始终将自己放在心上。原来当时老头不肯透露宾馆位置，其实是因为他和胡须早就计划好要先去救人。老头到宾馆时，房间里传来恐怖巨响。还有徐小曼那句句都带脏字的咆哮。阿土被打成猪头，狼狈地爬出来逃命。看他爬行的姿势，显然是胯下被不明物体给重击过。老头深感同情，嫌命太长才会去招惹徐小曼。白目！一走进房间，看见徐小曼衣着完好，躺在地上，对着空气又踢又骂。迷迷糊糊中，徐小曼看到老头怎么一夜头发都白了，皱纹也多了，难道你也跟我一样伤心过度？老头将徐小曼抱上床，被警告不准放手。徐小曼亲吻着老头，干柴烈火再次熊燃烧。在使出浑身解数之后，老头虚脱了。直到外头传来杨仔的叫喊声，他才赶紧躲到床底下。杨子清清醒后豁然开朗，要儿子去帮他张罗玫瑰花束，要999朵。他打电话给徐小曼，大声地告诉她：老婆，我好爱你。徐小曼接到老公打来的电话告白，骂他是发神经啊，是在丢搞哦。其实感动地哭了，泪水模糊了视线，没注意到一辆刹车不及的公车迎面而来。翻覆起火，送医后徐小曼是救回来了，但也全身瘫痪。警方在事故现场发现徐小曼的钱包外观被烧得焦黑，奇怪的是里头有一张被烧了一角的照片，是那张小女孩的 NG 照。不对啊，那张 NG 照片还在铁盒里啊。这时梁子清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当年那个12岁的小女孩就是自己的老婆徐小曼。当年最遗憾没告白的女孩，居然是自己的枕边人。原来不懂得珍惜，才是她这辈子最心酸、最悲惨的事。杨子清放弃脑瘤手术，每天就坐在病床旁陪徐小曼讲讲生活琐碎，哼着歌曲给她听，那首属于他们的老歌。徐小曼眼角里泛着泪光，只能静静地聆听着。想来想去，仿佛一场梦，让我飞呀飞入你的天空。人生有多少岁月可以浪费？什么时候你才懂得珍惜身边爱你的人？时光仿佛回到那一天，徐小曼挽着杨子清的手，在房间里轻轻地慢舞着，好浪漫。到底徐小曼跟小鬼说了什么悄悄话？音乐过后揭晓。想来想去，仿佛一场梦，让我飞
我还要多少爱能够为你付出？告诉我，全世界都美丽。我还要多少梦能够再次幻想你，对你说我会永远爱你。告诉我，全世界都美丽。告诉我，世界依然美丽。徐小曼在小鬼的耳边悄悄地说：“喜欢就要勇敢说出来。”期待你下次再来听我说说白日梦。拜，杨贝贝。